心齋橋你有冇去過呢？如果你答有嘅話，你去過嘅係唔係真係心齋橋呢？其實就算係日本人都會搞錯心齋橋嘅地方。顧名思義，心齋橋就係一條橋。唔知你行過一條橋係唔係呢一條呢？去大阪心齋橋，無論係日本人定係外國遊客，都會喺呢個固力果衝線廣告招牌前面影相嘅。喺呢度影相嗰個位就係一條橋，下邊流過嘅呢就係著名嘅道頓窟。不過呢一條橋並唔係心齋橋啊，而係另一條橋。多數人都未必行過心齋橋，甚至連行過心齋橋嘅人自己都唔察覺。大阪同東京都係日本最受歡迎嘅旅遊勝地。喺1994年關西國際機場啟用之後，外國遊客搭南海電鐵快速 Alpha 列車，只係需要半個鐘頭多少少就可以由機場去到大阪市中心嘅難波。交通方面就令到連接難波嘅心齋橋成為外國遊客嘅必去之地。尤其是喺幾百年以前，夜市已經好發達嘅心齋橋，最吸引行程緊密嘅外國遊客。最新日本今次為你介紹最受遊客歡迎嘅心齋橋商店街，但係實際嘅橋身竟然被人遺忘同埋忽視。出咗南海難波站之後，走過呢一條大阪，甚至係日本最有代表性嘅商店街心齋橋商店街，究竟佢嘅盡頭會通到去邊度呢？心齋橋顧名思義就係一條橋，不過絕大部分人都會將心齋橋理解為一條好長而且兩邊有商店林立嘅購物街。我去製作呢條片其實係為心齋橋呢一度俾人遺忘嘅橋出一分力，當然亦都會介紹一下大阪兩大繁榮地區之一心齋橋呢度呢一帶啦。順帶提一提，大阪市內主要分為梅田站一帶嘅北面地區，仲有難波一帶嘅南面地區。心齋橋就係屬於南面地區啦，一南一北就好似香港嘅銅鑼灣同埋油尖旺咁樣。喺 JR 梅田站出發嘅話，搭地鐵御堂筋線只係搭3個站，唔使10分鐘咧就會去到心齋橋。一出咗站之後就會見到大丸百貨。而另一方面喺關西空港出發嘅話，搭南海電鐵特急只需要34分鐘就出到去難波站，行過一小段榕橋根商店街就可以去到心齋橋嘅商店街。講到呢度，你應該會對心齋橋嘅認識多少少啦。下次你去大阪玩 plan 嗰陣時咧，應該會容易好多啦。有好多人都搞唔清心齋橋其實係一條橋，仲係一個地方名，而且仲有一條好長好長嘅商店街。遊客去心齋橋嗰陣時，多數其實係指心齋橋根商店街。睇睇呢個招牌啊，大大隻字寫住心齋橋根。根就係指行人小路，相比起中間係馬路，兩旁係商店嘅銀座啊、表參道，心齋橋根好明顯係窄好多啦。不過正正只可以行人，加上兩邊嘅商店距離好近，最適合就係購物。心齋橋根商店街有大概180間嘅商鋪，總共長580米，比起東京最著名嘅戶越銀座商店街嘅1.3公里，短咗成一半以上啊！心齋橋根商店街喺印象裏邊明明好長嘅，可以玩成半日以上嘅，但係睇翻數字，點解佢得580米呢？之後我會為你解釋。心齋橋根商店街主要係賣時裝啦，當然都有好多食店嘅。不過近排佢有一個煩惱，就係近呢20-30年遊客不斷減少，令到啲商鋪都好愁啊。不過好在日本近年推廣海外遊客去日本旅遊，海外遊客人數增加之外，爆買嘅人都唔少啊。嚟自海外遊客嘅消費佔成30%至到50%，喺假日有成20萬人都會去心齋橋，所以去到心齋橋根商店街，成日都見到好多外國遊客，呢一個係好正常嘅。店鋪對外國遊客分外熱情，都有佢嘅原因啦。心齋橋根商店街咁旺，呢一帶呢係大阪地價最貴嘅地方。多年嚟地價排第一位嘅地方就係出咗心齋橋根商店街，固力果招牌旁邊嘅一條小街中右衛門町。喺呢個角度睇睇咧，中右衛門町只係一條小街，兩邊有啲酒吧。而家因為疫情嘅關係，好多鋪頭已經關門大吉。不過點睇都睇唔出呢條小街點會係大阪地價最貴嘅地方呢？原來呢條街同心齋橋根商店街嘅交界，即係我哋最熟悉嘅地方，固力果招牌前面同埋道頓窟上面呢度兩旁嘅商店大廈，就係租金最貴同埋地價最貴嘅地方。
地價每平方米值成2000萬 yen， 比起第二位喺梅田嘅 Grand Fund Osaka 貴成100萬 yen 啊！真係睇唔出呢座大廈係大阪地價最貴嘅地方。呢一座大廈喺2021年4月俾德國嘅銀行 DekaBank 嘅旗下公司收購咗。喺冇幾耐之前，呢兩棟大廈咧都係 H&M 嚟嘅。我喺11月頭去睇嗰陣時咧，H&M 咧已經得翻一半，得翻對面大廈有 H&M 嘅啫。而最貴呢一棟大廈嘅地鋪咧，就成為藥房啊！睇嚟做藥房真係好賺錢。經過呢一個位，無論係本地人定係遊客，都一定會喺橋上面影相嘅。而最多人打卡嘅地方呢，唔使講呢，就係固力果招牌前面啦。呢一條橋下面流過嘅呢，就係道頓窟村啦。不過好多人都會誤以為呢一條橋就係心齋橋，我最初都搞錯咗啊。不過睇睇呢條商店街嘅招牌，就會知道呢一條橋叫做乜名。呢一條橋就係叫做榕橋，係通往金宮容神社參道嘅橋。喺以往一有大節目，譬如世界盃日本隊贏波啦，或者係阪神虎棒球隊贏咗聯賽冠軍嗰陣時，經常都有年青人喺度跳橋啊，跳入道頓窟裏邊啊，好癲嘅。有好多人都唔知道心齋橋跟商店街係由邊度去到邊度嘅。喺呢一帶嘅商店街都係互相連接嘅。榕橋呢一度呢，就係心齋橋跟商店街南邊嘅盡頭。過咗榕橋嚟到蟹道樂同埋星巴克呢一邊呢，再向前行就會去到榕橋跟商店街。行過咗0101百貨店之後呢，就會去到南海電鐵嘅南波站。有去過心齋橋嘅朋友，應該會 feel 到呢一條係一條好長好長嘅商店街，足夠行成日啊！頭先我介紹過心齋橋跟商店街只係得580米。其實前後都會有其他商店街連接嘅，咁究竟心齋橋商店街係由邊一度至到邊一度嘅呢？而前後嘅商店街連埋起一齊嘅話，究竟有幾長呢？有幾多間鋪頭呢？而且仲有啲咩名店呢？今次我行勻成段心齋橋商店街，我終於揾到答案啦！去心齋橋呢一頭玩嘅話呢，我建議喺盡頭嘅蘭波站度出發啦。出咗南海蘭波站之後，向住同一個方向行，就可以行晒成個大阪南區嘅市區。當然南海站本身直通高島屋啦，中意行百貨公司嘅朋友呢，不容錯過。出咗南海蘭波站之後，就會通過榕橋跟商店街啊，全長320米，有成100間鋪頭，裏邊仲有0101百貨。出咗榕橋跟商店街，就會去到榕橋呢一個位啦。嗱，一定要喺固力果招牌前面呢度打卡啦。之後再入就會去到心齋橋跟商店街啦。一直係咁行嘅話呢，就會去到盡頭。以前呢度右手邊呢，就有一間 Uniqlo 大型嘅店鋪，不過可惜疫情嘅關係呢，Uniqlo 已經閂咗鋪啦，轉咗去 GU 嗰個位度。以前 Uniqlo 前面呢個位呢，就係心齋橋跟商店街嘅盡頭。不過成條心齋橋商店街呢，仲未完啊，過咗馬路之後就會去到心齋橋跟北商店街。呢度好明顯同頭先心齋橋跟商店街嘅格局好唔同咧，相隔咗一條馬路啫。大部分嘅遊客呢，都唔會走到嚟呢一邊嘅。心齋橋跟北商店街呢度兩邊呢個鋪頭都比較地道嘅，本地人經常都會嚟呢度買嘢嘅，而且食店都比較多。如果喺心齋橋跟商店街嗰邊揾唔到位食嘢嘅話呢，就可以嚟呢度呢碰碰運氣。北商店街呢一度呢，就長250米，有88間商店。外國遊客呢就少好多啦，嚟呢一邊嘅話呢，就可以感受多一啲地道日本嘅氣氛。再行過咗心齋橋跟北商店街之後，就會去到下一條商店街。嚟到呢一邊呢，更加少外國遊客，大部分都係本地日本人嚟。呢一度呢，就係船場心齋橋跟商店街，相信好多旅遊書呢都唔會介紹呢一度。如果你識路嚟過呢一度嘅話呢，你應該係大阪通啦。船橋心齋橋跟商店街100% 係地道日本人經常去購物嘅地方，兩邊鋪頭賣嘅嘢呢都好平嘅。如果已經厭倦咗遊客區，或者係想遠離充滿外國遊客嘅地區，或者係想感受更加多地道日本嘅話呢，呢一度就係你最佳嘅選擇。船場心齋橋商店街總共長570米，有大概100間商鋪。再向北行就會去到船場中央大廈商場。呢一座嘢嘅外牆呢，喺2013年翻新咗呢，外表睇落去咪好潮嘅。嗱，裏邊啲鋪頭呢，我行過啦。如果你有勇氣嘅話呢，你不妨親身去體驗一下。喺呢度我俾少少俾你睇下啦。如果真係好得閒冇嘢做嘅話呢，
嗱，你可以去嗰度，我唔會阻止你啊。船場呢個地方係以往大阪呢一帶最重要嘅地方。之後有機會介紹大阪點解會發展成一個大都市嗰陣時呢，會再講解一下。船場呢一度呢，就係心齋橋跟商店街另一邊嘅盡頭，由南海蘭波站沿住呢4條商店街一直嚟到船場呢一度呢，總共有成1700米。就算你有一日時間，都唔使擔心行晒成條心齋橋商店街冇嘢行啦。不過介紹咗咁耐心齋橋，點解仲未見到心齋橋呢條橋嘅呢？啱啱就介紹過心齋橋跟商店街究竟有幾長，但究竟心齋橋呢條橋喺邊一度呢？其實已經行過咗啊，你 feel 唔到咩？你冇錯，呢個係正常嘅。大部分人都會不知不覺咁經過咗心齋橋，但係唔知道自己已經行過咗。Uniqlo 舊址心齋橋跟商店街盡頭呢一度，過咗一條馬路就會去到較為地道嘅心齋橋跟北商店街啊。分隔呢兩條商店街嘅就係大名鼎鼎嘅心齋橋。我冇搞笑啊！分隔呢兩條商店街嘅呢，就係6條車線嘅大馬路長忽通。過馬路嚟到中間呢個行人島度睇一睇，有冇發覺兩邊啲圍欄嘅設計有啲古怪呢？聰明嘅觀眾應該知道咗答案啦。冇錯，呢一度就係心齋橋啊！係咪估唔到日本人係想點呢？其實呢一度呢，背後有個故事嘅。大阪同東京呢都好似嘅，直到100幾年之前呢，水路係主要嘅運輸手段。天滿橋、電屋橋、京橋、難波橋、用橋等等，大阪市裏邊呢有成100幾條橋。當然係因為有好多天然啊同埋人工嘅河啊。但係點解心齋橋唔係起喺河上面嘅呢？喺江戶時代1622年，為咗方便交通，開鑿咗一條運河。呢條運河呢就係長忽川。我頭先咪講咗心齋橋旁邊呢條大馬路係叫咩名嘅？有聽書嘅觀眾應該估到究竟發生咗咩事啊！隨住時代變遷，長忽川運河已經失去咗佢嘅必要性，而因應汽車嘅數目大幅增加呢，大阪市政府喺1960年開始將長忽川填咗去，地底就改建做停車場啦，地面呢就鋪咗條馬路，就成為而家陸線行車嘅長忽通。心齋橋昔日係通過長忽川運河嘅主要橋梁。呢條橋總共有3代嘅，由第一代嘅木橋發展到第2代嘅鐵橋啊，再發展到第3代嘅石橋，就係而家呢一條啦。佢300幾年嚟嘅歷史就可以喺心齋橋旁邊呢一個石碑上面揾到。相信喺呢個世界上冇人會好似我咁特登去睇個石碑嘅。日本人好中意留念啊，就算填咗條河啊，都留翻呢條橋，冇拆到心齋橋啊，留低佢嘅原型啊，改裝成為咗行人島。兩邊嘅鐵柱呢，其實就係當時嘅煤氣街燈。嗱，日本人當然冇咁簡單啦，比我哋想象之中更加痴情嘅。因為上一代嘅心齋橋，即係鐵橋嘅心齋橋呢，而家就係保留咗喺學建綠地公園啊。呢一條德國製嘅鐵橋係全日本史上第5條嘅鐵橋。如果係橋梁嘅發燒友嘅話呢，不妨去睇睇啦。講下心齋橋呢個名，其實會唔會係有啲怪怪地呢？原來心齋係源自一個叫岡田心齋呢個人嘅人名。岡田心齋係有份參與開掘長忽川運河，心齋仲自己出錢呢，起咗條橋嚟連接長忽川兩邊啊，仲重建同埋開發當時戰爭之後嘅心齋橋附近一帶。唔單止條橋呢以岡田心齋命名啊，附近呢一帶呢曾經都稱為心齋町。岡田心齋呢一個人呢係一個好有智慧嘅商家。喺江戶時代嘅戰爭之後，即係300-400年之前呢，佢本身就係住喺京都嘅伏見，即係同我住埋同一區啦，就搬去大阪開發就揾商機啦，仲賺大錢添。就係因為佢自己銀荷包出錢開發心齋橋附近一帶啊，就令到幾百年之後嘅我哋可以去行呢一條大阪最繁榮嘅商店街。唔知你會覺得心齋橋係出名啲咩嘅呢？如果你問我嘅話呢，我就會答你，心齋橋最出名呢就係著名嘅百貨公司，香港人都會熟悉嘅崇光百貨嘅總店呢，就曾經喺心齋橋呢度營業超過130年。崇光呢個名呢，就係中文譯名嚟㗎啦。崇光嘅始創人就係十合伊兵衛，
佢個姓呢，十合喺日文裏邊呢，就係 Sogo， 就係崇光百貨本身日文裏邊嘅發音。所以崇光百貨正式嚟講呢，就係叫做十合百貨。十合伊兵衛喺1877年，即係百幾年之前呢，已經喺心齋橋度呢去賣和服嘅。去到1993年呢，就升級成為百貨公司，一直去到2009年8月呢，就正式結業啦。崇光百貨結業咗之後，就同西武百貨合併，喺心齋橋嘅總店呢，就改裝成為心齋橋 PARCO， 喺2020年11月開張。有睇過我介紹涉谷最深日本嗰一集呢，就會知道西武同埋 PARCO 之間有咩關係啦。嗱，呢間新開嘅 PARCO 大家應該未去過啦，下次嚟大阪玩嗰陣時呢，就記得順道嚟呢間新開嘅 PARCO 度逛一逛啦。Sogo 心齋橋店結業其中一個原因呢，就係正正起喺隔離嘅大丸百貨。早喺1726年，即係300年之前呢，大丸百貨嘅前身呢，就喺心齋橋度賣和服啦。到咗而家心齋橋大丸呢，營業額都唔錯。喺關西大丸百貨呢，有一個好超凡嘅名氣。啱啱介紹咗崇光喺2009年結業啦，去到2020年隔咗成10年呢，先新開咗一間 PARCO。中間呢10年究竟搞過啲咩呢？就係俾大丸百貨收購咗，棟建築物呢就改建咗之後，就以大丸百貨北館之名去營業啦。如果你之前去心齋橋嗰陣時經過大丸門口掂行掂過嘅話呢，你而家知道咗大丸百貨喺心齋橋度營業咗差唔多300年嘅話，下次你再去心齋橋嗰陣時，唔知道你會唔會有衝動走去睇一睇，究竟裏邊係有咩特別呢？講起大丸，就送一個少少嘅冷知識俾你啦。大丸嘅 logo 咪係一個大字，出邊有一個圓圈圍住嘅。大丸嘅始創人下川彥右衛門正啟，哇，好鬼長啊，8個字。下川彥右衛門正啟呢，就係喺京都嘅伏見出世。佢出世嘅地方呢，同我哋而家住喺京都一戶建呢，只係相隔20分鐘嘅路程嘅啫。佢就參考咗京都嘅大文字燒，就喺京都伏見自己屋企咧開咗一間古着店，叫做大文字屋。呢間大文字屋嘅嘜頭呢，就係寫一個大字，用個圓圈圍住佢。呢一個就係大丸啦，個個都叫做大丸大丸。咁大丸呢個名呢，就成為呢間鋪頭嘅正式名稱啦。真係估唔到心齋橋同日本嘅百貨公司呢，係有咁深厚嘅淵源。心齋橋而家已經成為世界著名嘅旅遊景點，介紹大阪嘅旅遊書冇一本係唔會介紹心齋橋。但相信知道心齋橋呢一條橋喺邊度嘅人呢，就應該極為罕有啦。有好多人仲以為固力果招牌前面嗰條石橋就係心齋橋。心齋橋跟商店街兩邊有近500間商店，途中仲有大阪地價最貴嘅商店，亦都有300年歷史以上嘅大丸百貨。附近仲連接千日前、道頓窟同埋蘭波。心齋橋呢個地方實際上會唔會比你想象之中更加有內涵呢？我原本係計劃介紹蘭波嘅，順道好簡單咁樣去介紹心齋橋，但係親身去到心齋橋度行，來回咗整條心齋橋跟商店街3次之後，就發現咗心齋橋真正嘅魅力所在。好多 YouTuber 都會介紹疫情中心齋橋跟商店街有幾多間鋪頭結業啊。不過有400幾年歷史，仲經歷過戰爭洗禮嘅心齋橋跟商店街，應該就唔會因為今次嘅疫情就一蹶不振啦。旅遊書、網頁一啲都唔會提到心齋橋嘅真面目，最深日本就為你詳細介紹咗啦。下次你去心齋橋嗰陣時，應該會比其他人會有更深嘅體驗。